你是否曾在自己的脑海中感觉像个陌生人，仿佛在弄雾中航行？你的思想不属于你，而是一个嘈杂混乱世界的回声。你对白天的时间做出冲动的反应，被未经语境和允许而出现的情绪所驱使，而在深夜，你自温水在掌控，感觉自己是乘客而非驾驶员。日子混杂成一片反应性的模糊，同样的错误，同样的思维模式，像一张挂画的唱片一样重复，在你现在是水和你渴望成为水之间制造出持续的不和谐。这种内心的混乱不仅仅是一种不挂，它是一个障碍，阻止你带着目的和清晰的生活。这种在噪音中迷失的感觉，是现代生活的一种无声的流行病。你的思想本应是你的圣殿，却变成了一个黑暗而凌乱的房间。你在过去的悔恨和未来的焦虑中绊倒，无法找到当下的见识地面。每一个通知，每一个不请自来的意见，每一种社会压力，都是扔进这片混乱中的有一个物体。试着倾听你自己的声音几乎不可能。我们理解这种痛苦，因为我们明白你没有选择这种混乱，它是有一个奖励分心和即时反应的环境强加的。但是事实，在这片混乱的深处，存在着对控制、对住境、对自律的深切渴望，一种对秩序和意义的向往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有一条出路呢？一种工具，一种灵魂的技术，能够将这片迷雾转变为一张清晰精确的地图，一种能将反应者转变为建筑式的时间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不会提供短暂的解决方案，我们将把你自己思想的钥匙交给你。我们将一步步引导你，通过4多个日记的3种见识练习。这是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法，被皇帝和哲学家们用来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在堡垒。你将要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写作，而是如何解码自己，重塑自己，并最终掌握你生活的最终智慧权。你成为自己思想建筑师的旅程，从这一刻开始。第一步不是用笔，而是用一个承诺。如果你准备好将混乱转变为清晰，就点赞一封纯词意图，订阅频道，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个建设的任何一步，并且作为你第一个目的的生命，到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从那个城市、州或国家开始这段路程。这个简单的行为是你的立场生命，这是你告诉世界，更重要的是告诉自己，从今天起，你开始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思想。我们提出的工具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。当我们谈到日记时，你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写有青少年秘密的笔记本的形象。忘了它，放弃那个幼稚的观念。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清晰的武器，一种有思想大师斯多葛派锻造的古老技术。他们明白外部世界是不可控的，是一片混乱和风暴的海洋。因此，唯一重要的掌控，唯一真正的胜利，是对自己内部宇宙的掌控。日记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小钱，而是每天进行并营的这场战斗的主要竞技场。它是灵魂的体育馆，在那里人性得到训练，智慧得到培养，品格在原始世人目光的地方被雕琢。让我们中构这个概念，以便你理解其真正的力量。你将要持有的笔记本不是一个被动的过去时间的存储库，它是你的实验室，它是你的训练场，它是你的精神智慧室。写作将不是一种情绪宣泄的行为，而是一种精确工程的行为。你不会仅仅记录你感觉到了什么，你会剖析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你会分析你的心智运作，识别你信仰系统中的缺陷，你反应模式中的错误，然后以见主事的清晰，你将设计并适时更新。在这种时间中，写作不是爱谈，它是为卓越而自我编码。为了让你对这种方法的力量毫无疑问，你要知道你将追随巨人的脚步。罗马的皇帝哲学家马克·奥勒留并非为我们写下他著名的《沉思录》，那本书是他的个人日记，是他私人的战场。在哪里，
他在统治世界最大帝国的压力中锻造他的筑境。塞内卡，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，每天结束时都会在他的日记中进行无情的复盘，问自己：今天我治愈了什么缺陷？我抵抗了那种恶习？我在那个方面变得更好了？他们使用这个工具不是出于虚荣，而是出于必要。它是罗盘和舵，在任何风暴中都让他们的船保持航向。现在你的思想已经准备好，目标已经确立，让我们来进行这项精神建筑式的基本实践——品格的规划。这不是一个人物清单，世界已经对你要求这个了。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时间，一个你在白天的噪音开始之前进行的神圣行为。这是你规划你将成为谁，而不是你将做什么的时刻。这是你与你最高美德的每日对齐，你自觉地决定以意图、智慧和勇气来驾驭这一天，无论你将遇到什么情况。这个早晨时间的目标简单而深刻，在奔赴白天的战斗之前，建立你的内在堡垒。你将拿起你的笔记本，你灵魂的实验室，然后定义你的条款。你不是醒来后立即被数字混乱和别人的日程所吞噬，而是创造一个主权的时刻，一个住进的空间，在哪里呢？与你最强大、最明智的版本的自己连结。这个行为将你锚定在你的力量中心，确保当你境的浪潮袭来时，你不是一个被动的遇难者，而是一个稳坐多牵的船长，由你自己片刻前绘制的地图引导。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即时而强大的，你的思想被现代性所条件化，从醒来的那一刻起就渴望分心。第一个冲动是拿起手机查看邮件，滚动无尽的信息流。这是对连接刺激的追求，一种虚假的生产力或连接感。第一至这一点似乎不自然，似乎你正在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你懒惰的思想，你内心的普通人，会抵御说这是不必要的。你没有时间，这只是本意忙碌的一天中的有一个人物。早晨真正的战斗不是对抗时钟，而是对抗这种惰性。这种阻力是习惯的力量。多年来，也许是几十年，你训练你的大脑去反应而不是行动。醒来后立即消费外部信息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。以内生，以你自己思想的沉默来开始一天，就像是突让一条河道流，会有巨大的摩擦。你会感到无聊、不耐烦，像从白之前逃驰的欲望。这是你旧的自我在挣扎着维持控制，让你保持在自动驾驶模式，在那里它感到安全和舒适，即使那种舒适呢，正是你混乱和不满的根源。此外，还有怀疑主义。你的逻辑思维可能会指一些下美德的实际价值，写下我将勇敢，如何真正帮助我面对我的老板。他可能会问，这是智力侵蚀精神准备的欺骗。他不明白，通过设定你的意图，你正在激活你的专注系统，你正在变成你的感知，以识别世界那种美德的机会。没有这种准备，挑战只是发生在你身上。有了准备，你应对挑战，这是成为环境的受害者和等待机会表现的精神运动员之间的区别。当你面对白纸时感到的不挂是成长的感觉，这与多年未锻炼的肌肉的感觉相同。他作少，他战斗，他恳求你停下来。思想也不例外。面对自己，你的意图，你的价值观，没有分心的伪装，是一种激进的自我意识行为。这可能会令人恐惧，责备交通、同事、天气，比准备好一平静的心态回应这一切要容易得多。早晨的时间迫使你为自己将成为谁承担100%的责任，而这个责任是为经训练的思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重担。最后，现代社会不重视这种形式的准备。我们被教导要优化我们的人物、我们的日程、我们的财务，但谁教我们优化我们的品格呢？这种时间似乎是孤独的，没有外部的认可。没有人会因为你花了10分钟计划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给你颁奖。世界只奖励做，不奖励事。因此，你的思想可能会觉得你在浪费宝贵的时间。
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做事情。你的任务是理解，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，它是你所有富有成效的行动将建立起上的基础。没有一个强大的事，你所有的做都是脆弱的。让我们使用我们的第一个重要比喻：你的思想是一艘船，白天是不可预测的海洋。大多数人只是在不检查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就投身大海，他们醒来就起航，船体游动，没有方向，没有不给。当第一场风暴将他们击沉时，他们感到凉呀。你的造成时间是你的船长意识，在下到机舱之前，你不起航。你拿起你的日记，你的海军工程绘图板进行你的检查，这是你成为你船只的主人，你未来几个小时命运的智慧观的时刻。首先，你检查船体的完整性。在你的日记中，你问自己：今天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如何？我睡得好吗？我累了、焦虑还是精力充沛？这是认识到你船只的当前状态。忽视因疲劳或焦虑而削弱的船体，是在制造灾难。通过写下这些，你不是在抱怨，你是在意识到你的资源。你是在说：好的，今天的船有点小毛病，我需要更小心的航行，避免不必要的风暴，并对船员，也就是你自己，更友善。然后你设定你的目的地，这不是一个地理位置，而是一个品格的目的地。你写道：今天我的落盘将指向耐心的美德，我的目的地是在混乱中成为一个平静的港湾。通过这样做，你不仅仅是希望自己有耐心，你是在绘制航线，你正在给你的潜意识一个明确的方向。在一天中，每当你的耐心受到考验时，你的思想就会知道回到哪里。它将有一张地图，一条从冲动反应到与逃生的路线，以及一条回到你可以平静的安全港湾的清晰路径。接着，你成为海军战略家并预测风暴。你看着你的日程安排并文：我今天预见到哪些挑战？一个艰难的回忆，一次不舒服的谈话，一场地狱般的交通堵塞。你这样做不是为了提前受苦，而是为了明智地做准备。你写道：当客户抱怨时，我不会一方位回应，而是一倾听和理解回应。这将是我的大师级操作。通过想象挑战并计划你的美的回应，你接触了威胁。风暴可能还会来，但他会发现一位准备好的船长在他的岗位上，而不是一个在加班上两慌失措的睡手。最后，你检查你的不给。你为这次航行拥有哪些内部工具？你可以写下一句激励你的塞内卡或马克·奥勒留的名言。你可以回忆起一次你用感性动的经历，并用那段记忆做蔚然了。记住上个月你是如何处理那场危机的。你当时使用的同样的力量，现在就在你体内。这不是空洞的自我帮助，这是对你自己力量的盘点。你是在提醒自己，你的船不是空的，它装备了你所有先前航行的经验、人性和智慧。当你在这场造成联系后和上日记时，你已不再是醒来时的那个人。你不再是被动的乘客，你是建筑师，你是船长。你为这一天建立了自己的意图。你准备好了你的思想，遇见了挑战，并与你的内在力量连结。世界的混乱可能会试图推动你，风暴可能会咆哮，但你不会轻易动摇。你手中有多，心中有兔。你的日常旅程不再是一系列以外，而是一件航海的艺术品。实际的结果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平静，一种并非来自控制世界，而是来自控制自己的感觉。你将带着一种无声的目的度过你的一天。那些曾经让你失控的小烦恼将变成海洋中的波浪，被安全穿上的人以注定的心态观察。你将成为自己的观察者，注意到何时偏持航向并文和地纠正自己，而不是责备自己。反应性让位于可以的相应性，焦虑让位于有根据的自信。你获得的力量是主动性的力量。你停止了防御性的生活，不灭白天扔给你的火，而开始进攻性的生活，根据你的价值观塑造你的一天。这种时间
将你从一个结果转变为一个原因。你成为自己情绪稳定的源泉，外部世界失去了支配你内部状态的力量。而这，我的朋友，是真正的自由。这是斯多葛派所追求的个人主权，它是与李明时分拿起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的简单行为。在这种准备结束时，你从你的桌子旁站起来，不仅仅是开始一天，而是像一位大师一样执行它。每一次互动，每一项任务，每一个挑战，都成为时间你决定体现的品格的机会。白天不再是一种威胁，而变成了你的竞技场，你的舞台，你追求卓越的训练场。你不仅仅是在度过时间，你是在用最好的自己填充时间，而这绝对改变了一切。在一天结束时进行这项时间是第一项的镜像，是无情复判的时刻。如果说早晨是计划战斗，那么夜晚就是分析战争的影片。这是你与你的行为进行诚实、不带评判的会面，直接受到塞内卡日常时间的启发。这是你把自己放在证人席上，以侦探的精确和智者的同情来审视你的一天的时刻。目的不是惩罚自己，而是学习。这项时间是你最强大的反馈工具。在企业界，公司花费巨资进行数据分析和绩效报告，你将为自己做这件事，免费、每晚。这是你的灵魂绩效报告。在这里，你是别出只有在压力下才显现的操作系统中的错误。在这里，你庆祝品格的小胜利，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。没有这次复盘，一天就 Prost 蒸发了，随之而取的是你最宝贵的成长机会。有了它，每一天都成为你个人进化阶梯上的一级。这里的冲突是深刻而多方面的。在漫长而疲惫的一天之后，你的身体和思想最不想做的事情，就是更多的工作。渴望的是麻木，是分心。打开电视，滚动信息流，任何能让你与现实和你自己的失败脱节的事情。中文这一天的想法，特别是如果它很困难，似乎是自虐。思想会自我防卫，已经结束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受苦？算了吧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这是停止的声音，伪装成自我同情，它以长期的改进为代价，寻求即时的解脱。面对自己的错误是痛苦的，我们的自然倾向是辩解、责备他人或干脆忘记。自我是个脆弱的生物，而野湾的分析是他不想面对的一面镜子。他害怕被反射出的形象。你会看到什么？对亲人的不耐烦时刻，因恐惧而错失的勇敢机会，冲动说出的刻薄话。维持我们比实际更好的幻觉要容易得多。这项事件要求你打破这种幻想，拥抱你不完美的、令人不舒服的真相，而这需要巨大的谦卑和勇气。另一个冲突是虚假完美的冲突。许多人因为对自己评判过于严厉而放弃了这项时间。他们把分析变成了一场自我辩斥的会议，每一个错误都成为他们不诚挚的证据。我又失败了，我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案例。但这不是目的。塞内卡不是问自己我今天有多糟糕，而是我犯了什么错，我做了什么好事，我能做得更好吗？意图是像医生检查病人一样，而不是像刽子手出绝囚犯。困难在于找到这种微妙的平衡，无情的诚实，但对自己根本上富有同情心。思想也可能陷入概括的陷阱。如果一天过得好，他会说一切都很棒，我不需要写。如果过得糟，他会说一切都很糟糕，我甚至不想记起。在这两种情况下，教训都丢失了。夜晚的分析要求具体性，仅仅说我不耐烦是不够的。思想的建筑是会问，确切地说，在下午3点，当我的孩子打断我时，我的声音变得严厉。为什么？我累了吗？工作压力大吗？红发电是大段本身，还是我的内部状态？正是这种细节水平将信息转化为智慧，而兰多的思想则抗拒这种法一般的努力。
最后，有人担心这项事件会让你变得消极，或对失败更愉快。如果我每晚都专注于我的错误，我不会变成一个更悲伤、更焦虑的人吗？如果时间方式不当，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。但士多格派的忠告在这里至关重要。你不是在寻找错误以感觉糟糕，你是在寻找数据。科学家在实验失败时不会感到悲伤，他会感到好奇。他收集数据，分析失败，并设计一个新的、更好的实验。你是你自己生活的科学家。每一个错误都是宝贵的数据，它告诉你如何为明天的实验调整你的变量。让我们为这项时间使用一个新的比喻：日记现在是你的灵魂之镜。大多数人一生都害怕看自己真实的倒影，他们更喜欢自我创造的扭曲形象，或别人投射在他们身上的形象。他们脸上带着污点生活，却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从未停下来真正的审视自己。你的夜晚时间是每天鼓起勇气，拿起这面镜子，在强烈而清晰的光线下审视他的行为。起初，你可能不喜欢你所看到的，你可能会看到不耐烦的皱纹、拖延的伤疤，但你会继续看，日复一日。看着镜子的第一步是塞内卡的问题：我今天犯了什么错？或者我治愈了什么缺陷？你不仅寻找负面的东西，你寻找完整的画面。你可以写道：我犯了在交通中提高声音的错误，去赋予无用的愤怒。但是后来，我通过仔细倾听一位同事的意见，而不是打断他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治愈了一个旧的缺陷。这种平衡天平的行为至关重要，它防止你陷入自我辩斥，它训练你将自己视为一个进行中的工作，一个光明与阴影的混合体，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失败。第二个问题是：我做了什么好事？在什么时候我按照我的美德行事了？这是镜子中反映你意识先千里的部分。庆祝这些胜利至关重要，无论他们多么微小。我感到拖延那个困难任务的冲动，但我意志履行动并完成了它。我想抱怨天气，但我选择了练习接受并从雨中找到好的一面。通过记录这些成功，你正在加强卓越的神经通路，你正在向自己证明你有能力按照你最高的理想生活。这建立了一种基于证据而非希望的真实自信。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通往未来的桥梁。明天我能做得更好，或以不同的方式做些什么？在这里，镜子变成了一张地图。你是别出的错误，不是一个永久的污点，它是你改进的参考点。明天，当我在交通中感到愤怒上升时，我将联系我学到的呼吸技巧，这将是我的纠正行动。你不仅仅是在后悔过去，你正在积极地计划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每一次失败都成为成功策略的种子，这将后悔、被动且痛苦转变为改进、主动且赋权。这像用镜子的时间也复一页，会产生深刻的转变。你开始是看到的污点，反应性的污点开始消失，不是因为你愤怒地擦拭它，而是因为通过每天看到它，你学会了清理其根本原因。镜子中得到因开始改变，凝视你的脸庞看起来更平静、更坚定、更明智。你开始喜欢你所看到的，不是因为自怜，而是出于应得的尊重。你尊重那个有勇气每天面对自己、纠正自己、提升自己的人。镜子不再是敌人，而成为你最可靠的盟友。在这里，在你建设旅程的中途，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成为自己思想建筑师的人，我们发出一个特别的邀请。你正在学习的这项事件只是你武器库中的工具之一。为了深化你的训练，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4多个融入的完整播放列表，其中包含其他建立坚不可摧思想的技术和哲学，把它看作是你学习的下一步。如果需要暂停一下并保存这个播放列表，这是你在这个视频结束后继续建设的指南。这是我们对那些寻求精通而不仅仅是信息的人的认可。我们来到了最后的时间，它提升了你的视角。如果早晨是关于计划一天
夜万是关于复盘它，那么这项时间是关于拉远镜头，看到完整的画面，我们称之为建筑式的视角。每周一次，也许在一个住静的星期天，你讲坐下来用你的日记，不是为了分析每一天的树木，而是为了观察你一周的森林。在这里，你不再是工焊车间的工程师，而是站在建筑物顶端的建筑师，观察你生命这一宏伟工程。这个每周规划的目的是识别大规模的模式。在一次单独的夜晚分析中，一个错误可能看起来是一个鼓励的事件，但是通过复盘7天的笔记，你可能会意识到，同样的不耐烦的鼓励失败发生了4次，总是在下午4点左右。当你的精力低落时，这是一个模式，而模式揭示了系统。每周的规划让你停止与个别症状做斗争，开始重新设计你行为和你思想的底层系统。这是自我掌控的最高战略层面。这里的冲突是自慢和缺乏远见的冲突，很容易在日常的紧迫感中迷失。一周飞逝而过，为一个更眼泛的复盘留出1-2个小时的想法，似乎是一种奢侈。我已经做了我的每日复盘，这还不够吗？思想可能会争辩，他更喜欢战略性的、及时的行动，而不是战略性的、耐心的思考。这项事件要求你超越日常的迷雾，采取长远的眼光。这是一个我们及时满足的文化积极组织的努力。在一个只奖励你做而不奖励你思考的世界里，停下来思考需要记录。此外，每周的复盘可能会解释关于你生活方向的不舒服的真相。你可能会意识到，你在这一周里所成为的人，与你上个星期天早晨计划成为的人相去深渊。你可能会发现，你的行为与你最深层的价值观不符。例如，你重视健康，但你的每周记录线是你持续忽视了睡眠和饮食。面对这种认知失调，即你的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，实际都不舒服的。简单的开始新的一周，希望事情会奇迹般的变得不同，要容易得多。这项时间和与进步的幻觉做斗立正。优势，我们感觉自己在前进和改进，但每周的分析可能会现实我们实际上在原地打转。与不同的人重复同样的戏剧，陷入同样的思维陷阱，只是场景略有改变。认识到这种停止是对自我的打击。建筑师在这里需要机器诚实，他需要承认，我设计的蓝图很好，但建设正在失败。我使用的材料，我的日常习惯，质量很低。这种诚实是任何有意义的路线调整的先决条件。最后的挑战是复杂性。分析1天很简单，分析7天的笔记，尤其高潮和低谷、胜利和失败，并从中提取出连贯的智慧，是一项精神上要求很高的任务。它需要综合信息、连接点，看到并非立即明显的因果关系的能力。兰多的思想偏爱简单的答案和快速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建筑师的视角是一项智力工作，它是对你自己生活数据的深入挖掘，一体取出，不仅能知道你走向第2天，还能知道你走向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简介。最后的比喻是最宏伟的，你是你自己灵魂大教堂的建筑师，每一天都是你铺设的一块砖，早晨的时间确保你选择正确的砖，夜晚的时间检查砖是否铺设得好。但每周的规划是你爬上教授甲，远持墙壁，从整体上看待结构的时候，你不再专注于一块砖，你在看墙壁的对齐、宫门的对称、地基的坚固。你在确保你不仅仅是在建议堵墙，而是在建议做宏伟的大教堂。在这次复盘中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阅读你本周所有的笔记，阅读早晨的准备和夜晚的分析。在你阅读时，你的思想不是处于评判模式，而是处于侦探模式。你准备第2本笔记本或新的一页，记下重复出现的情况。不耐烦4次，拖延任务 X 变3次，真正的感恩时刻5次，抱怨同一个同事2次。你只是在手机和分类你每周建设的原始数据，这是你灵魂的地形勘测。在识别出模式之后，你提出建筑师的问题。
产生这种重复结果的系统是什么？如果你3次拖延了同一个任务，问题不是为什么我懒惰，问题是我的系统中有什么事的这个任务如此难以开始？任务太大了吗？我没有正确的工具吗？我害怕失败还是成功？通过专注于系统，你停止了自责，开始像工程师一样解决问题。也许解决方案是将任务分解成更小的部分，或者改变你执行它的时间。在分析了系统性失败之后，你对成功也做同样的事情。我有5个真正的感恩时刻，这背后的系统是什么？它总是在我散步与大自然时发生吗？还是当我与某个特定的人交谈时？识别产生积极结果的系统与识别产生失败的系统同样重要，因为智慧不仅在于修复损弊的东西，还在于理解和复制有效的东西。你建筑师想要建造更多能自我支撑的宫门，而不仅仅是修复到它的墙壁。你想要复制你的胜利。最后，有了这个全景视角，你设计下周的计划，这就是建筑师的规划。根据你的分析，你为下周设定1-2个主要任务，不是一个长长的清单，而是一个战略重点。本周，我的主要任务是重新设计我处理任务 X 的系统，每天早上将气分解成15分钟的步骤。或者，我的任务将是在与那个难相处的同事互动时，练习积极倾听。你正在给自己一个清晰、可操作的指令，基于你生活的真实数据。你不再是在黑暗中设计，你从这项每周时间中获得的力量是可以自我转变的力量。你不再是一个被环境偶然塑造的人，而成为一个被自己的选择和分析有意雕刻的人。你以一种生活在日常中不可能的方式加速你的成长。你开始解决困扰你多年的生活问题，因为你终于能够看到他们的根本原因，而不仅仅是与他们的表面症状做斗争。结果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活清晰度。你知道你要去哪里，你知道你最大的内部障碍是什么，并且有一个计划去克服它们。你知道你最大的优势，并知道如何更频繁地利用它们。密雾完全消散，不仅是为第2天，而且为你生活的地平线。你已以为熟悉自己作品每一寸的大世纪建造者的自行移动。你的生活不再是一系列随机时间，而成为一个连贯而有意义的项目。这位建筑师的视角将你从短期的保证中解放出来。你培养了耐心和智慧，明白建造一座宏伟的大教堂需要时间。一块铺设不当的砖布是世界末日，只要它被纠正。糟糕的一周并不能定义整个项目，只要教训被吸取。你培养了一种长期的人性，一种对建设过程的信念，这是你对日常的小失败和挫折免疫。通过掌握这3项时间，船长的准备、分析师的镜子和建筑师的视角，你整合了自我掌控的各个层面。你在日常中变得战术上有效，在长期中变得战略上明智。你成为你自己思想的建筑师，你故事的有意识的作者，你内心大教堂的大世纪建造者。而这，我的朋友，就是4多个日记的承诺。它不是一本秘密的笔记本，而是建造一个坚不可摧的生活的工具。从反应者到建筑师的旅程，并未随着这个视频的结束而结束。它现在开始，随着你的下一个行动。你收到了地图、落盘和工具，你学会了在早晨准备你的船，在晚上对着镜子审视你的倒影，并以每周的视角调整你大教堂的航向。知识本身是多形的，真正的转变在于应用。因此，你在这里的最终工作不仅仅是观看，而是行动。你作为思想建筑师的第一个人物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它不需要笔记本，而是一个公开的承诺，一个公估。你决定放弃反应性迷雾，拥抱自路清晰的生命。现在就到评论区去，这不是一个发表空洞意见的空间，这是你的第一块记事，你第一个意图的时间。写下一下生命，不是为我们，而是为你自己。我是我故事的作者。
感受这些词语的重量和力量。这不仅仅是视频下的一个简单评论，这是你与你最强大的版本签订的合同，这是你的实验。从今天起，你将不再是一个漂流的乘客，而是张多的船长，你灵魂的工程师，你内心宇宙的主人。每一个读到这句话的人，包括未来的你自己，都将被提醒你对你成长不可动摇的承诺。最后，还有2个最后的行动。首先，作为我们建筑师社区的一个信号，也请评论这句话。我看到了最后。这在那些真正致力于鲁城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认可的联系。相信来这表明，完整的转变值得每一秒，并且最后，像一个在你生活中同样迷失在你曾身处的迷雾中的人，一个需要这个工具的人。马克·奥勒留提醒我们，我们生来就是为了互相帮助。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一次点击，它是一种服务的行为，它是向另一位潜在的建造者伸出援手，向他提供现在在你手中的同样工具。去做吧，然后继续你的宏伟工程。